喜欢的人结婚了，新郎却不是自己，是为爱放手还是出手阻止呢？波杰克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戴安值得更好的人。自上次的吻后，两人的关系就有些尴尬。回到车上的波杰克看着戴安，不知如何开口，戴安也尴尬坐着，两人似乎都不愿意说到这尴尬的问题上，只是互相强调着大家都是朋友。戴安表示自己的婚礼将在明年夏天的南塔基特岛举行，那里不像洛杉矶又干又热。车上的氛围尴尬的戴安快要用脚趾抠出好莱坞2期。等红灯时，戴安急忙的下了车，就算还有几里路，自己也不愿再待在车上了。看着戴安横穿马路的波杰克有些懊恼，生气的告诉陶德一定要阻止这场婚礼。直到这时，波杰克才发现可怜的陶德被他忘在了马布里市。周日，陶德和波杰克在酒吧讨论关于阻止婚礼的计划。收到波杰克短信的卡洛琳也急忙赶来，结果听到波杰克的话，想要阻止1年后的戴安的婚礼，直接无语了。波杰克询问卡洛琳对此有什么想法，卡洛琳受够了波杰克的无理取闹，周末的酒吧就是来让自己放松的，说着转身离开，来到吧台。卡洛琳宁愿和眼前这个叫做文森特成人，但一看就是3个小孩叠罗汉叠出来的家伙说话。 Are you seriously trying to make me jealous by flirting with what is very obviously just 3 kids stacked on top of each other under a trench coat? Vinny, what does a guy like you do for fun? I don't have time for these shenanigans. I got 也不愿意和波杰克多说一句话。卡洛琳无视了波杰克的嘲讽，波杰克见状拉上陶德离开了。周一，因为追赶邮政而被捕，刚坐着警车东安峰的花生酱找到了正在咖啡馆里办公的戴安，他告诉戴安自己的驾照被扣了，所以需要在后面的3个月让戴安来接送。戴安以工作为由委婉拒绝了。花生酱似乎因为婚礼而十分兴奋，以为戴安在整理2人的礼物清单，但其实戴安在写书。花生酱这一系列操作搞得戴安有些呼吸不上气，只有告诉他自己文思泉涌，不要来打扰他。看到自己的老婆这样，花生酱倒是也不紧张，直接换了个坐姿，开启心理咨询师模式。花生酱以为戴安因为没有结过婚，所以才这么担忧，表示自己已经是结过2次婚的老司机了，结婚很简单，让他不要紧张。天生乐观派的他急忙表示自己有个好主意，如果头顶有灯泡的话，一定会啪的一声亮起来。这个好主意就是雇一个司机，这样就不用打扰到戴安了。转眼来到波杰克这边，2人组像做贼似的悄悄来到花生酱的别墅这里，然后由波杰克开始战略部署，陶德实施计划。根据波杰克的指示，陶德从窗外翻进书房，结果一脚踩烂了花生酱的水晶茶几。机智的陶德撕下了一旁的海报盖在了上面，真是完美犯罪。正想实施第2步的陶德被闻声而来的花生酱抓了个现行，波杰克立刻让陶德服下氰化物胶囊。陶德这才知道为什么第2步叫栽赃嫁祸，原来波杰克想让自己服毒自杀，伪装成花生酱他杀的案发现场。陶德摘下耳机扔出窗外，花生酱以为陶德是来应聘司机的，陶德干脆直接就承认了，毕竟当司机至少不用吃氰化物胶囊。简单的面试后，陶德正式成为了花生酱的专属司机。两人就这样开着蓝色的小轿车相谈甚欢的出了门。从花生酱家翻墙出来的波杰克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给卡洛琳打电话说陶德似乎已经服毒自杀了，所以想邀请他来玩玩。没想到的是，卡洛琳和文森特2人关系还不错，甚至已经在一起约饭了。卡洛琳让波杰克不要嫉妒，波杰克哪里听得进去，他显然不觉得自己比不过小孩，但卡洛琳马上表示波杰克就是吃醋了，然后挂断了电话。看到陶德回家的波杰克惊呆了，陶德说自己不仅没死，甚至还当上了花生酱的司机。一听这，波杰克喜笑颜开，太棒了，这样陶德就可以打入敌人内部。他让陶德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出击。 zero in on his Achilles heel. We will take him down. 看着老马的大脸怼在自己眼前，陶德只有弱弱的表示背叛万岁。周2，戴安来到波杰克家，但其实早在半小时前戴安就来了，只是他在车上做了许久的心理建设，这才赶来敲响门铃。戴安告诉波杰克，写书的资料已经够多了，所以以后不会再来采访他了。临走前，戴安询问波杰克为何让2人的关系如此尴尬。超市里的花生酱给戴安激动地介绍着手上的扫码仪，看到戴安兴致奄奄的模样，拉过了他的手，让他闭眼畅想未来。 Old Sunday morning a bunch of years from now, maybe robots have taken over. Maybe they haven't. I don't know. It's the future. This story isn't about tha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it's Sunday morning. 花生酱让戴安不要担心，如果结婚会带来困扰的话，
可以不结婚。戴安担忧后的说，不是结婚的问题，是婚礼和准备工作。花生酱闻言决定放弃隆重的婚礼，在下个月就结婚。夜晚降临，波杰克的别墅里抱着薯片的陶德一五一十地说着今天刺探到的消息。不过波杰克并不买账，他想要的是能取消婚礼的细节。接着陶德就告诉波杰克，花生酱和戴安取消了婚礼。波杰克开心地欢呼着，吓得陶德薯片撒了一地。不过坏消息也随之而来，取消隆重的婚礼是因为下个月就直接在本地进行小婚礼。陶德这大喘气的一下让波杰克不淡定了。更可怕的是，在地毯上捡着薯片的陶德差点就摸到了之前波杰克购买游戏光盘的凭证。波杰克生气地拽起陶德的衣领，让陶德告诉自己他们的安排。陶德告诉波杰克，周四他们会去银行。波杰克的脑子里又出现了一些鬼点子。周三这天，波杰克约了自己的老搭档马格，他计划来一场抢劫。一番花言巧语下，马格同意了波杰克的计划。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抢劫可是违法的这件事。转眼来到周四这天，花生酱和戴安偶遇了银行里的波杰克。刚打完招呼，马格扮演的强盗就拿着 AK 冲了进来。马格准备抢走戴安的订婚戒指，却没想到这危难中让两人的感情更加牢固了。 Engagement ring. Give it to her, Diane. It's just a ring. Just a ring? That ring is a symbol of your love. If you don't care about the ring, it really makes me wonder if you care about the woman wearing it. That terrifying bank robber is making some very cogent points. No, Mr. Peanut Butter's right. If the ring is just a symbol for love, why would I need a symbol when I have the real thing right here? Yeah, we don't need rings. We have... 原本以为这场抢劫会拆散两人，结果因为这个小插曲，戴安决定这周六就结婚。大家都见证了这美丽而忠贞不渝的爱情，只有波杰克一个人小声地喊着不，而可怜的马格则被警官给抓走了。酒吧里的临时婚礼彩排晚宴上，波杰克邀请花生酱和戴安在他的酒店里举行婚礼。花生酱欣然答应了，尽管戴安觉得波杰克会很破费。波杰克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只要他们在波杰克的酒店里举行婚礼，那他就完全占据了主场优势。卡洛琳感谢波杰克在那晚半夜带他去酒吧，因为这样他才和文森特坠入了爱河。固执的老马依旧觉得文森特不过是3个小孩伪装的大人。陶德和卡洛琳都觉得，如果老马愿意给文森特一个机会的话，说不定两人会很聊得来。显然老马并不想和3个小孩来一场过家家的游戏。一个人来到垃圾场的陶德遇到了从黑暗里走出来的花生酱，瞬间吓得尿意全无。花生酱告诉陶德，自己已经把他当做了朋友，而现在他正好也有些心事想说。听到这话，陶德急忙表示自己不擅长处理敏感信息。不过花生酱还是继续说了下去，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好再婚的准备。虽然自己很爱戴安，但戴安似乎有些迟疑，也许他知道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说完这些的花生酱觉得自己好受多了，他抱了抱陶德，并且告诉他你是个很好的朋友。陶德现在觉得自己压力好大，因为波杰克坐在副驾驶上讲述着自己的新计划，但陶德依旧忧心忡忡。他不知道花生酱说的那番话到底该不该告诉波杰克，良心在打架。回到家的陶德在沙发上躺尸，电视里播报的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是马格被捕的消息。陶德觉得电视上那个女人无比眼熟，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认识她的？陶德仔细地在大脑里寻找着线索。 What does it all mean? Am I just grasping at straws? Wait, straws. That's it. Straws are used to drink soda or water, and plants need water. And Bojack used Margot Martindale as a plant at the bank and the convenience store, which means... Bojack hired Margot Martindale to make me find that video game so he could kill my rock opera! 好家伙，差点想称赞陶德是福尔摩斯，这猝不及防的麦片也是有够出戏。忽然，陶德的大脑再次开启了颅内风暴。就这样，老马机密的计划在陶德的天马行空下被识破了，虽然牵强，但是合理。时间来到周五这天，知道真相后的陶德一晚没睡。波杰克正准备计划着如何在1天之内实施阻止婚礼计划，结果看到了桌上的单子，才想起自己还要去当陪审员。中央司法中心看到律师是闪电的波杰克就该明白，这场官司不会很快结束。转眼来到周六，波杰克遇到了自己的老搭档马格。马格正在被送往监狱的路上，他不明白为什么分开两人那么重要。波杰克告诉马格，戴安值得更好的，而且自己爱上了戴安。闻言，马格安慰波杰克，你根本不需要那些花招，你需要告诉他你的感觉就好。驱车来到酒店的波杰克在门口遇到了陶德，陶德直截了当地告诉波杰克他不干了，因为花生酱一直对他很好。波杰克依旧
不屑地认为花生酱对每一个人都很好，所以他很蠢。陶德觉得波杰克无理取闹，就算是自己很傻，也能看出波杰克喜欢戴安，而戴安知道波杰克对他的感觉，但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舞会时刻，花生酱找到陶德，不仅感谢了他那晚的倾听，还让陶德当上了自己的助理。戴安找到了一旁的波杰克，感谢他今天的到来，短暂寒暄后便转身和花生酱跳舞去了。波杰克向一旁的文森特倾诉着自己的情绪，这次他终于愿意敞开心扉面对自己，不管是吃醋也好，自私也罢，他已经做出了很多错误的选择，不管是对他们还是所有人。 You know, Princess Carolyn was right. You are a good listener. Thanks. You know, sometimes I feel like I was born with a leak, and any goodness I started with just slowly spilled out of me, and now it's all gone, and I'll never get it back in me. It's too late. Life is a series of closing doors, isn't it? Don't be sad. Good horsey. Actually, it feels kind of nice. 最后的结尾时，波杰克终于不再懦弱，有了敢直面自己错误的勇气，但已经晚了。波杰克还在犹豫时，戴安就已经做出选择。人生就是这样，总是因为错误的选择而造成遗憾，但遗憾是不可避免的，人很难不后悔。遗憾不是生活的绊脚石，它甚至能成为让自己做出改变的勇气。生活始终都要继续，希望每个人都能勇敢地做出自己的选择。